这就是雍雪城少宗主谢雪晨。这荣渊可是万年前堕神埋骨之地，每个时辰都会有古神怒意爆发，鞭笞元神，痛入骨髓，与神界的斩神台并称世间两处大恐怖之地。从没有人能在这儿熬过3日，而你却生生扛了7日，真不愧是传闻中的天道之子，最强剑修啊！少宗主这番容貌，可谓世间无几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？你受刑7日，仍未有半分屈服，骨头倒是十分的硬。骨头这么硬，嘴唇却是挺软的嘛。可惜啊，谁让你为了修补万仙阵耗尽了灵力？如今的你，破不开桑奇的封印。你呀，为了人族。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何必呢？这么好看的男人，死了多可惜呀！是圣女，只要他愿意投效，我定将他洗干净了，送到您那儿去。上，修仙阁使者求见。修仙阁主就如此心急，定要在本尊闭关之时派你前来。尊上实力卓然，就连受伤闭关也能画出幻影分身来见。莫非本尊的这位盟友也想借机查探一下本尊的虚实？尊上言重了。阁主派我前来，只是想询问之前委托您办的事，进展如何？谢雪晨被困荣渊7日，道心仍未涣散。无人能在荣渊活过3日。谢雪晨身上有混沌珠的线索，他还不能死。你们人族就是如此没有耐心。尊上可别忘了，若是得不到混沌珠，我们修仙阁是不会冒险帮你打开万仙阵结界的。只要结界存在，暗族就永远无法跨过2界山，踏足人界。回去告诉你主上，本尊既然已经答应了此事，便自有安排。以后莫要过分。现在能够交出你们的诚意了吗？幻影丹乃稀世珍宝，世间少有，可助高阶暗族修炼出投影分身。其本体虽出不了万仙阵，但可令投影穿过结界，到达人间。
人族。师父曾说过，人族虚伪，仙盟更是卑鄙。您当年就是因为相信了仙盟中人，才落入他们的圈套，痛失右臂。您恨人族，恨仙盟，反攻人界是您的夙愿。我本以为您是担心我性子跳脱，才不让我参与您的计划，但现在瞧着，您是宁愿与您最痛恨的人族合作，也不让我这个当徒儿的帮忙。看来在师父心中，我是连人都不如了。哼，你可知他是何人？仙盟中人。凭何判断？凭我知道师父想要什么。人界有一物，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夺得，那就是上古神器混沌珠。相传远古之初，世间混沌，后天地二分，方成就三界。然混沌之气并未消亡，而是化为2件神器：天命书和混沌珠。相依相克，共同维护天道。万年前，混沌珠因补天之故坠入凡尘，数千年后被人族寻得。人族建立仙盟，利用混沌珠之力布下万仙阵结界，将暗族阻隔在这暗域之内，半步不得出。混沌珠乃神器至宝，蕴含混沌之力，仙盟5派堪得可解。如今，它被存放于雍雪城珠塔，要开珠塔，必须有5派掌门谕令。您囚禁谢雪城，不就是为了逼问仙盟谕令所在，开塔取珠吗？很好，可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想要混沌珠的另有其人。既然双方都有想要的东西，那自然是要加以利用的。你去见谢雪尘，又是想要得到什么？我去见谢雪尘，当然是为了问出仙盟谕令所在，替师父分忧啊。如此说来，师父当日为了围捕谢雪尘，受了重伤，可有好转？怎么突然关心起师父了？养育之恩，无日或忘。我可一直想着，该如何报答您呢？没做什么多余的事吧？嗯？当然没有啦。尊上，谢雪尘上来了。不劳师傅，您安心闭关疗伤，我去对付他。去吧。君天，桑奇何在？你我真是有缘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你。暗域圣女穆玄灵，还请少宗主多多指教。
在找我吗？少宗主如此心急，难道是对荣渊一吻念念不忘？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。刺破一人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你我的人，不畏风霜，复制天下的志愿，为生生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杀，难解的无法改变。你不该来这里，再不走，你的灵力就没了。这一招倒是与我心有灵犀，那就请谢少宗主挟持我一起走吧。世人常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亲了少宗主一下，怎么着，也有10天半个月的恩情。少宗主竟全然不留情面。在荣渊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何必视我如敌寇呢？为了救你，我可是连清白都搭上了。当时有暗域的刑官在，我没法同你说清。我为你吃下的药叫半日芳华，服下以后便可很快恢复全盛功力，只是需要付出一点点小小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药效只能持续半个时辰，现在恐怕已经到极限了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接下来的10日，你都会是个灵力全无的废人了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亲手杀你了。战影，退下。我真的很想杀了谢雪晨啊！哎呀！可是我被挟持了，他会杀了我的。所以呢？谢少宗主可不能始乱终弃呀！你是怎么？你不在，战影没了战斗欲，自然就好对付了。不过，你不好奇我是怎么从万仙阵里出来的吗？在荣渊之时，我便知你不是暗族。暗族没有星条，但是你有。你和桑琪都是灵族。不愧是天生识窍之人，果然是胆智力惊人。
但你是暗域圣女，同样作何多端？喂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哎，你要晕也不能晕在这里啊！万一坏人追来怎么办？谢雪晨，坏人？谢雪晨，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坏人？谢雪晨。谢少宗主刚刚昏迷的时候，可喊了我的名字啊！果然是对我念念不忘呢。我们已经离开了两界山，一路上我隐匿了气息，没有人追来。此地只有你我二人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的。你为何救我？你到底有何企图？自然是图你的人啊！荣渊一面，我对谢少宗主一见钟情，所以献上绝世灵丹助你脱困。我原本想着半个时辰也足够你逃出暗域了，谁知你行事如此嚣张，竟直接杀到诸神宫。没办法，我只好陪你演一出被挟持的戏码了。哎呀，为了你，我可算是欺师灭祖了。暗域我是回不去了。以后，你去哪，我便去哪。你身为暗域圣女，怎可能背叛桑琪？我们从来平心而动，不讲道义，谈何背叛啊？你不信啊？那不如我告诉你桑琪的计划。他与人族有交易，想要得到混沌珠。你是仙盟盟主之子，又是雍雪城少城主，他将你关在荣渊折磨，就是要等到你求死不能之时，自然将一切都告诉他。我说他与人族有交易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你知不知道，仙盟之中有间隙。原来你都明白。也是，虽然万仙阵出现裂隙要修补，人所共知，不算秘密。但补阵人会在何日何时入阵，只有仙盟中人知道。桑琪设下埋伏的时机又是那样刚好，你这么聪明，自然一想便能猜到。其实那天，如果你放弃修补结界，本可以全身而退。结界破了就破了，暗族要去人界，就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池特用命去护。剑修之道，你们暗域之人自然不会懂。桑琪与何人在交易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真不知道，没必要骗你。五枚仙盟玉令分别有5派掌门守护，光得到雍雪城这一枚，并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猜桑琪一定还另有计划。你看，我对喜欢的人向来毫无保留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可都告诉你了。这妖女说话真真假假，绝不可轻信。我身上的伤，当然是我替你上了药，换了衣服。谢少宗主果然伟岸不凡，天赋异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如今你无灵力，我有魔功，明知不敌还要出手，难道是欲擒故纵？放开我！放？往哪里放？这里吗？
大娘。木姑娘，哎，我是方才听到你们房里传出了说话声，想着是你相公醒了，我正好熬了粥，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多谢大娘了，正好我们都饿了。我跟我相公这次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我这荒僻，你们在这养伤啊，不怕仇人追过来。我听我儿子说，你相公伤得不轻啊，那还是在这养好些再走。正好呢，我儿子会点医术，还可以帮他换换药。多谢。不谢不谢，你有什么需要就喊我啊。好嘞。哎呀，运气真好。哎，别看了，看什么看？走了走了走了。好啦，我承认我说谎了。我跟他们说我们是私奔的小夫妻，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你是落魄的江湖剑客。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还要派人追杀你，他们便收留我们了。相公，咱们看着像一对吗？之前帮我疗伤的是那位夫人的儿子。是，我承认我没有看过你伟岸的身躯，也没有帮你上药疗伤。这衣服也是托人家侯大哥帮你换的。暗族生性歹毒，灵族最会骗人。但有一句话却是真的。哪一句？喜欢你的那一句。你如今肉身受创，法相受损，与寻常凡人无异。多吃五谷有助于恢复元气。你早些恢复，不也好早些摆脱我吗？你就不怕我在粥里下毒？你若真想害我，又何必救我？我是没有下毒，但下了药。放心，是补药。你好好睡一觉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扔出来！让你不敢活啊！我打死你！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是灵奴，也要听总管的吩咐。你才不是灵奴！你到底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我只希望你开心。难道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爹？爹，不许叫我爹。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那我叫你什么吗？反正不许叫我爹。那叫你大哥哥好吗？大哥哥。别怕，闭上眼睛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快，听大哥哥的话，快去把锁灵环打开，丧气要来，快！大哥哥，是你吗？可是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天下之人，若生出贪嗔痴念，便会滋生出心魔。心魔之气汇聚于这虚空海，便凝成暗族。无血无肉，没有弱点，即便被打得烟消云散，最终还是会回到这虚空海重生。人族想要杀尽暗族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也是一种执念，也能生出心魔。我
我最喜欢了。战营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觉着吧，按照我的判断，这圣女啊，肯定是跟谢雪晨私奔了。对，可笑，私奔？这圣女是什么作风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绵里针，笑藏刀，表面上哄得你乐呵呵的，反手就是一刀。她何曾有过一丝真心？只怕这回她心里又在谋划什么吧。行了，尊上让我们布心魔大阵，开始吧。有心魔的地方，便都是我们的眼线。不起阵还不知道，这天下的心魔是越发多了。人呢，总是贪心不足，欲壑难填。这心魔大阵会替我们找到他们的。你又弄疼我了。你怎么又在这里？我们是夫妻啊，夫妻不就睡在一张床上吗？我们之间可能是任何关系，但绝不可能是夫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睡在这儿，我去别的地方。谢少宗主，你讲讲道理啊！放手！你如今打得过我吗你？若我真要对你做点什么，你挡得住吗？乖，躺下睡觉。我知道，你们剑修的道是宁折不弯的直，一往无前的勇。你生来不凡，小时从未受过这般折辱。若委屈顺从，恐道心不稳；若抵死相拼，又恐清白不保。末了还要落得我一句欲擒故纵，更觉羞辱，对吧？你放心。我绝不上手碰你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选择现在回永雪城啊。能知道你入阵部署的，必然是仙盟中地位颇高之人。如今你法力尽失，回去若遇上那人，恐怕是了无胜算，对方也一定会将你置于死地的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有何打算？有必要向你交代吗？倒是你，无论你有何企图，我劝你别再跟着我。我知道你没想与我一道，但你能阻止我与你一道吗？我说过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从未答应过。谢少宗主怕是忘了，我是暗域圣女，大坏人呐！我可不需要你答应。我知道你虽不惧死，但你心怀天下，要护人族。只要我愿意，全天下都是我的人质。当时在暗域，我就该杀了你。但你错过机会啦，你现在只能在我手里。穆姑娘，侯大哥，穆姑娘，侯兄，此番多谢相救，此恩，在下来日必报。嗨，不必客气。穆姑娘，咱们这地儿
多产的是矮脚小马，只有1匹骏马可以日行100里。我给你买回来了，不过我跟那商人说了，要是还有好马，便来通知我。你们要是不急，便等等，多待几日等等。相公，你说呢？即使私奔，恐来人追杀，只怕会连累侯兄和大娘。此事久留不得。虽然只有1匹马，但是也够用了。此事，侯兄费心了。啊，客气了，就是举手之劳。不过今日我在集上打听了一下，没听说附近有江湖人来的消息。我们这青山集平日里外人不多，要是有江湖人来，肯定有人知道。穆姑娘，你家里人应该不知道你在这里。你们大可放心，不必着急赶路，多待几日也无妨的。我相公说要走，我自然是夫唱妇随。侯大哥，我们身上没有金银，这簪子就聊表谢意，麻烦你们了。这怎么是的呢？就当替大娘收下，代我谢谢她。穆姑娘，找到你了，玉影。你们设了心魔大阵，你这位侯大哥啊，对你生出了贪恋，明知不可得，却又不甘心放下，如此便产生了心魔。既然有了心魔，便可操控。这么说，是怪我太迷人了？不过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是化影丹，这不是他的本体，而是投影。当日万仙阵一战，光顾着打架，都没有仔细瞧瞧谢少宗主的模样。今日一看，战影说对了，是有几分姿色。打架挺累的，乖乖跟我回暗域吧。他是我的，哼，是吗？糟了，这是玉影的贪欲牢笼。玉影虽没有战影善战，但却极其难缠。这贪欲牢笼可以让人沉溺于自己的欲望，在极乐中死亡。谢雪晨，你小心！谢雪晨，我心口好疼，你帮我看看。这天下第一剑修果然是名不虚传呀！怎么，我模仿圣女模仿的不像吗？难道是不喜欢？暗族没有心跳，方才中箭的的确是穆玄灵，但倒下那一刻，便已换作了你。哎呀，是我大意了，忘了谢少宗主感知力过人，光靠着移形换影还是骗不了你。早知道，便该挖颗人心来用用的，真是失策呀！人最难战胜的，就是自己的欲望。你就算再强，也逃不出去。谢少宗主，
你就在死前好好享受这世间极乐吧。妹妹，你在哪儿？喵喵。谢雪晨呢？堂堂暗域圣女，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挡箭，你如此护着她，难不成被战影猜对了？你当真看上谢雪晨，打算叛离暗域？你觉得呢？我便是觉得这不像你，所以才站在这儿与你说话。否则，我早将你二人的头颅收割，拿去向尊上复命。向师傅复命？你不妨用你那没怎么用过的脑子想想，若不是师傅放水，我怎么能轻易的带谢雪晨离开暗域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谢雪晨是怎么离开荣渊的？自然是有人相助啊。荣渊设有18重禁制，你哪有这个本事能够解开呀？我自是没有，是谢雪晨自己解开的。我呢，只是给了他一颗可以恢复功力的丹药。你再想想，如此珍贵的丹药，我是如何能有？是尊上给你的？是师父授意我放走他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便对他有了救命之恩，便可借此跟在他身边，伺机夺取仙盟玉令。不对，若真是尊上有灵，又为何灭我们追杀？做戏做全套嘛，否则怎么取信谢雪晨？他可不是什么无脑的低等暗族。不过既然你来都来了，便先困住谢雪晨吧。危急关头，我自会出手救他。这样一来，他又欠我一命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世人的贪欲，往往逃不过财色名利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这天下第一剑修的贪欲，会是什么？小鱼干，你把剑捡起来。父亲，剑修，无论何时，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孩儿知错。你是在找那只小雪猫吗？嗯。它不会再来问雪芽了。我将它杀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父亲，雪猫虽为妖兽，但并不害人。你为什么要杀它？他是我的新朋友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不，我不懂。母亲说过，修道者当以苍生为己念，以济世为己任。为何不能有情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回答我。是。好。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若有一日遇到了抉择，一边是挚爱，另一边是天下苍生，你能舍弃挚爱来救苍生吗？为什么只能选其一呢？天生石窍，亘古罕见。雪晨，你生而不凡，终将立于人界之巅，乃至3界之巅。到那一日，天下苍生的命运皆系于你一念之间。
敬爱只会成为你的软肋，也会陷天下苍生于为难之中。既然你立的道心是以苍生为念，那么你的剑心便是一往无前，舍生忘死。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这谢雪晨的贪欲牢笼，怎么和旁人不同？因为他早已无贪无欲。无贪无欲？怎么可能？修为，他已至巅峰；名利，他视为浮云。更是从小就被逼着修无情之道。这样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顾惜的人，还能有什么贪欲呢？玉影，你的贪欲牢笼，还能看到更多回忆吗？比如说10年前，他都经历了什么？圣女啊，我这是贪欲牢笼，与贪欲无关的。回看不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没有什么用了。圣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这么明显了，还看不出来吗？你要杀我？我们一同给谢雪晨演一场戏就得了，你没必要杀我吧？你如果杀了我，我的本体会感知到的。看来你是不知道，化影丹有一缺陷。什么缺陷？等你死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果然背叛了暗域，穆宣令你。想不到我们堂堂谢少宗主，法相境的高人，竟会抢我一个弱女子的战利品，这可不厚道。弱女子？你在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想自己厚不厚道？好嘛，给你，以后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你想要都可以留着。你死了！你才死！你怎么死的？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他为什么要知道啊？不是，他亲自死的，他不知道，那你知道啊？哼，显然是这化影丹出了问题。本体只能感知到投影的死亡，却不知道投影死前发生的事，也不知道投影是被谁杀的。要是被我知道是哪个半吊子修士炼的丹，我非活吞了他不可。行了，大话呀，就别说了。方才你出去前，那叫一个信誓旦旦、威风凛凛，说必将圣女跟谢雪晨抓回来。哼，结果呢？你厉害，那你去啊。等我修炼出投影，不用你插。虽然不知道玉影是被谢雪晨杀的，还是被圣女杀的，但能确定的是，他们之中有人下了死手。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就不必留情面了。你就不怕他醒来以后还记得刚刚发生的事儿？一个普通的人族，万一吓疯了怎么办？不会，被暗族附身之后，前来时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有人告诉他，就算自己想万千遍，也想不起来。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难不成你被暗族附身过啊？
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，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让你增强功力，与我有何好处？喂，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啊？你要去哪儿？运秀山庄是吗？距离此地最近的只有2处，一是镜花宫，二是运秀山庄。镜花宫虽是仙盟5派之一，但如今你不确定内奸是谁，自然不会贸然前往。运秀山庄虽已不在仙盟之列，但却以奇巧阵法闻名于天下。听闻运秀山庄庄主研制出了传送阵，可以将人瞬息传送至万里之外。你是想用传送阵尽快回雍雪城，对不对？穆姑娘，我谢雪尘不是不知恩之人，你救了我，按理说我该谢你。但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这样跟着我，等我灵力恢复之后，你我终会兵戎相见。不如从此时此刻起，各走各路。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词，叫殊途同归。有路阻我，我就将路全部铲平，不就好了？你为何非要缠着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想要弃暗投你呢？你以为跟着桑琪很愉快吗？灵族多数遭人族驱赶、奴役，我也只是被迫依附于他。其实我早就不想待在那个鬼地方了。跟着你，倒也有趣。也许当个普通人也挺好。那你大可直接废掉魔宫，做普通人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魔宫是我安身立命之道。但谢雪尘，如果我愿意为了你，废了魔宫，变成普通人，你会保护我吗？你以为说这些我会信？信不信都好，反正你现在也反抗不了。我也有我自己要找的答案，在我找到之前，请你好好待在我身边，谢少宗主。他们有幻影丹，咱们也有遮影簪啊。玉影已经修炼出了投影，想必吃影和战影也快了，之后的路只会更不好走。想要避开心魔大阵的搜寻，光靠隐匿气息还不够，遮影簪可以帮人掩饰容貌。旁人看到你的脸，只会当你的外貌平平无奇，过目即忘。我也有，是一对哦，你帮我簪上嘛。真难相处。你杀过多少暗族啊？没有1000也有800。那你杀的没我多。你在记什么？记你的所喜所厌。我曾听人说，
心心相印，两个人才能共度一生。何必对我这么警惕呢？从我们见面到现在，我可一直都在帮你。心心相印，然后呢？走开。修道者的心，沉明如镜，百邪不侵。然而一旦被引动心魔，便与凡人无异。在暗族面前，即便有一身的灵力修为，也会形同虚设。还是说，这就是穆姑娘想要的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当真不知吗？我们见面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是何种灵族？你就真的不想多了解了解我吗？我不问，你不照样也会告诉我？我是藤灵。小时候，我半张脸上都是藤蔓一样的妖纹。就是这半张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一般见过的人都会过目不忘。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记得。你说什么？没事，健忘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该找个驿站休息了。你不休息，马儿也要休息的嘛。苍生为念，马儿也在其中哦。谢雪晨，我也在其中哦。来了啊！小二，再来2壶酒。哎，好嘞。嘿嘿，客官您的酒啊。老板，住店。客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，现在啊，只剩下1间后房。要不您跟您的仆人共住1间了？不必了。那你就与我的伙计们一起住吧。甚好。好什么好？你什么眼神啊？他是我相公。哎呀，是小的唐突了，客官莫怪啊。小二，哎，有请入住天子1号。哎，好嘞，2位这边请。哎，有请。那2个人好像有些古怪，难道好似不甘不愿？难不成被挟持了？那男的看似消瘦，但精气不俗，虽然没有灵气波动，但应该是个俗世高手。而那女子看起来也不过是个普通人，没有那个能力挟持他人。听说这附近妖魔多，难不成？哎，师弟，你太多虑了。那2人只是普通人，没有妖魔之气。哎，我倒是听说此地民风彪悍，常有女子强取豪夺，逼男为妇。那女子一看就是出自富贵之家，男的虽然相貌平平，但腰窄腿长，气血两旺，定是有过人之处啊。还是师兄见识多呀。谢少宗主确有过人之处啊。客官，你慢走啊。
二位，你们的房间，天字1号房，里边请。看刚才几位修士衣服上的绣纹，应该是镜花宫的修士。他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难道有镜花宫的高阶修士在此？谢少宗主是不是很想通风报信啊？你到底意欲何为？你是担心我会杀人灭口？难道你不会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不过你担心的倒也没错，我委实不算什么好人。你本就不是人。有妖气。我可早就把气息隐藏起来了。客官，慢走啊！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哎呀，高修士！哎呀，好久不见您了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是他，这是我送您的小菜啊，请慢用，请慢用。多谢。师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。我和陆师弟已经查探过东边了，没有发现。你们那边可是遇到什么情况？宋师兄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跟师姐被灵族偷袭了。啊？什么样的灵族？可有受伤？高师姐天才横溢，修为高深，有我们师姐在，当然不会受伤啦。哦，对了，就是这只不长眼的小妖兽。师姐说了，这是10大异兽之一的嗅宝鼠，它的听觉跟嗅觉都是1等1的灵敏，哪里有宝物啊，它们最知晓了。给我，来。我跟师姐也是刚好碰到它，也不知道这个小家伙哪里偷来这么多宝贝。哇，都是上好的宝物啊！是啊，你这小鼠偷了那么多宝物，若是被剑灵司抓到，可是饶不了你哦。师姐，你好像十分中意这只嗅宝鼠，你不是想把它练成灵兽吧？这嗅宝鼠虽然是异兽，但看起来却十分弱小，与对敌毫无裨益，恐怕不适合当灵兽吧？对敌作战，我自己便够了，何须灵兽相助？师姐所言极是。我听闻那雍雪城的谢少宗主也是一人一剑，纵横八荒，从不借灵兽之助。高师姐和谢少宗主都是天资卓绝之人，非我等能比啊！就是。好了，我们来这儿还有任务在身，稍作休息，继续找。是。你这小鼠耳朵金灿灿的，挺可爱。嗅宝鼠胆小，惊吓过度甚至会胆裂而死。你看它的耳朵，越颤越亮，看似漂亮，却是胆裂之兆。什么人？谁？在那儿。干什么？他们要上来找我们麻烦了。那是你的麻烦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分什么你我？你干什么？配合点。你们是谁呀？为什么闯进来？啊，抱歉，出去。走啊！哦，关门啊！他们身上没有灵族的气息啊。起来。我不。你说，万一他们还在门口偷听怎么办？反正戏都做到这份上了，不如我们就假戏真做，怎么样？放开我！你玩够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哎呀！
接着，哎呀！你们3个今天四处搜寻一下，说不定夜晚会有灵族偷袭。明日一早，我们继续去找谢雪晨。好的，师姐。走。原来他们是来找你的。如今镜花宫中地位超然又姓高的女子，只有一位，那就是曾经明月山庄的大小姐，如今镜花宫公主的亲传弟子高秋明。那又如何？听说他与你有婚约啊？当着未婚妻的面儿与我同床共枕，刺不刺激啊？她不是我的未婚妻。你这是怕我误会，所以跟我解释吗？谢雪晨，你还是跟我结为道侣吧，我可比他会疼人。我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。谢少宗主说对了一半。我不是人，但确实有些厚颜无耻。有些？谢少宗主的心跳有点乱了，可是为我而乱吗？难不成你对我动心了？是。杀心。挺好，杀心也是心，至少你能记住我。最怕的是你不记得我。秀宝鼠，你刚刚不都跑走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你是嗅到我身上有宝贝了吗？姐姐，你会说话？那你会化成人形吗？刚学会。原来是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呀！来，起来，坐。你父母呢？爹走了，娘在家。莫非你是偷跑出来的？你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只是出来找爹爹的，我没干坏事，别把我送去剑灵司。娘说爹爹是世间最有钱的修士，那些宝物都是爹爹留给我的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，真的。世间最有钱的宗门是碧霄宫，难道你爹是碧霄宫公主啊？别乱猜。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傅苍离。哥哥，你认识我爹爹吗？地霄宫公主的确姓傅，但未曾听说地霄宫有叫傅苍离的人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宝。你没去剑灵司登记？娘说去了剑灵司就会被他们套上锁灵环，被人族控制，一生都要做奴隶。娘还说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听闻谢少宗主闭关多年，很少出雍雪城，看来对如今灵族的处境还不是很清楚。人族对灵族的欺压，可比从前更甚。如今灵族若去剑灵司登记，便会成为人族的奴隶，任打、任骂、任杀，还可以任意买卖，终生不得自由。可若不去剑灵司登记，
便没有良妖的身份，则不论其善恶，皆可杀。这就是你们人族单方面定下的规矩，多霸道，多无耻！要送你回家吗？我的宝贝都没了，我把爹的宝贝都弄丢了，我不敢回家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姐姐帮你抢回来，好吗？高秋明修为不低，别惹事。是高秋明先抢了阿宝的宝贝，我帮他抢回来，天经地义。既然是误会，解释清楚便是。你觉得他们会信吗？会不将阿宝交给剑灵司吗？谢少宗主是人修，自然替人说话。可我是灵族，自然要替灵族出头。你自觉有理，我也没有想说服你，你别管我便是。人呢？师姐，这……我就说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夫妻同房，哪有人穿鞋子的呀？分明是匆忙掩饰的。还好我们高师姐聪慧，看穿了你们的异常。师姐你真厉害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别这么着急，你就应该先脱我的鞋，再脱我的衣服嘛。你看，平白让人误会了不是？下次可要记住了。床子之欢，得慢慢来。但是呢，我喜欢。污言秽语，不堪入耳。你别以为这么说我就会信了。今日便将你们和秀宝鼠一并抓了，给我拿下！你谁呀？大晚上的还让把人睡了？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竟是魔修！追！一个人修，一个魔修，勾结在一起，必定心怀不轨。今日就取了你们的首级。这位修士，我们并无恶意。少废话！久闻镜花宫万蒙催花阵大美，今日若公主素凝真亲至，或能让我敬畏3分。至于你，师姐，师姐，这个魔修深不可测，快走！想走？
上的妖纹这么恶心，还敢出来吓人？管家，去找副铁面具给他戴上，不许再吓到人。是。快，把大小姐身上的衣服和她的换了。我啊！大小姐千金之躯，你能替她去死，是你这贱奴此生最大的荣光。大哥哥。你拦我？你已经赢了，放他们走。若我不能，我不会让你杀人的。快走！他们刚刚要杀你，是我保护了你。他们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，你本不必杀他。为何执意动手？我本就是这样的人，凭什么他想杀我可以，我想杀他却不行？是不是独你一人想保护的才值得保护？独你一人觉得没错的才算对？师姐，我们快跑吧！可是我们这样见死不救会不会不好？我们在这儿救不了人啊！他既然敢对那魔修出手，必然是有几分把握。我们还是赶紧回师门通报吧！快走，快走！你竟然以血为鉴，你就这么护着他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杀人的。你如今没有灵力，纵然祭出血剑，我也有100种方式可以轻易打败你。乾坤中寂寞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坠落进去的回忆，影响着不灭，流水心难归，一无尽，生命所至，血逐渐刺破一夜。不负天命的书写，烈火的热烈，撇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制天下的炽烈，为长生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下，燃尽着一世花开蝶。血剑是假，迷阵才是真。你假借与我周旋，其实以血为引，布下这个迷阵。法相修士的血，本就是至纯的灵物。想必你是在与我过招之时，悄然将血洒出，逐步形成这个迷阵。一路上故意示弱，忍了我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此刻吗？你完全可以布一个杀阵，
布这个困阵又算什么？你救了我，不杀你，算是还恩。那我倒要谢谢你知恩图报的好品德了。你方才为何不用魔功？若是用魔功的话，那你便死了。你受伤那么重，又没有灵力护体，挡不住我的魔功。你以魔功伤人，我以血证护人，终究殊途。这场戏便到此为止吧。我以魔功杀人是傻，你以剑杀人也是傻。我的魔功与你的剑又有什么不同？若是我真的要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你不过是仗着我不忍心罢了。谢雪晨，你真走了？谢雪晨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告诉你，你回来。姐姐，阿宝，阿宝真的救你出来！啊！阿宝，别碰他，没用的。可姐姐，你能破开那个什么芒什么催化阵，就不能破开这个吗？法阵有4项，分别为守、困、杀、奇。一个法阵4项之力越全，则单项之力越弱。万芒催花阵4项皆有，反而比较容易破。而这玲珑家是当世第一困阵，全力以困，反而更加难破了。那万一剑灵司的人来了，那姐姐，阿宝这就去找人救你。我观察过了，玲珑家是依河图洛书所设，变幻莫测，哪儿这么容易破啊？阿宝，阿宝，不会真找人去了吧？谢雪晨，你这么护着他，不就因为他是个人吗？是人族还是灵族，是我能决定的吗？什么一对儿，我才不稀罕。驾！公子，到了。不过，公子为何来此？旧年卜卦，知今日会在此地重逢一位故人，只是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。谢雪晨，你把我留在这烤肉呢？我一定得找到人帮姐姐。姐姐，我找到了全天下最聪明的人来救你啦！在你眼中，恐怕全天下都是聪明人。玲珑家。
你识得此阵？玲珑家只困不杀，乃仁慈之阵。哼，仁慈。此阵以血不成，隐有金光，可见布阵之人修为深厚。若要杀人，何须用阵？若要布阵，何须用血？想来此人状况极糟，只能以下策来对敌。姑娘怕是不简单啊。倒真是个聪明人。公子，你帮帮他吧。姐姐是个好人，是因为跟朋友吵架，所以才被困在这里的。你若帮他，我就把我的宝贝分给你一半。好啊。那敢问姑娘，你的朋友为何要将你困在这儿？我原与他有恩，冒着性命危险救他于水火。后来，我们一起对敌，共同进退，九死一生。可没想到，他竟因一点小小的误会就诬赖我伤人，对我下此毒手。公子不信啊？哪里？姑娘如此说，在下便如此信。那公子可愿指点二三？河洛阴阳成四象，玲珑八方困鬼神。看来他还真有点能耐。这玲珑家变幻莫测，接下来，姑娘需步步听我所言，方可出阵。第一步，第二生火，出于朱雀。南火朱雀。此阵依河图洛书所成，看刚才的河图和星象，南应该是这边。第二生火，二。第二出之，天机成之。二出七成，七应该在附近吧。第四生金，出于白虎。吸金白虎。第四出之，天九成之。此人也不知是何来历，若破阵之后，他对我生疑。公子，还剩最后一步，姑娘，怕不是在想从何处对我下刀吧？是，我正准备给你脖子来一刀，这样你就不会受折磨了。我不想介入他人恩怨，也对打打杀杀不感兴趣。但是我既能解开这玲珑家，便自然能再将你关回去。你怎么跟我那位朋友一样，一点玩笑也开不起啊？姑娘口中的朋友，可是雍雪城少城主谢雪晨。最后一步，24为肩，68为足，以5为中，玲珑家破。姑娘可千万不要行差踏错啊！
以武为忠，不是寻武，而是去实存武。实与武同为忠，那应该在。你究竟是何人，竟能如此轻易的破阵？在下运秀山庄南虚月，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穆玄灵。是水木战清华？朝暮最相思。的马车外面看着寻常，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宽敞。以阵法造空间，南庄主不愧是当世法阵第一人。都说当世天生识窍者有二，一是谢雪晨，二就是南庄主你。南庄主天资之强，能卜算过去未来。我娘亲也说过。说南公子是世界最聪明的人，还说世上所有的事都瞒不过你，对吗？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我早已失去了卜算之能，所以这世间的事，我知道的不比任何人多。那你是如何知道是谢雪晨将我困于玲珑家的？实不相瞒，这玲珑家是少年之时我与雪晨共创的，所以这世间除了我，便只有他一人会。你和谢雪晨是朋友？他这样清冷之人，居然能有朋友？哦，难道姑娘与雪晨不是朋友？那方才姑娘是我和他自然是朋友。唉，谢雪晨遭逢大难，他虽对我不仁，我却不能弃他不顾。不如……明白，还是要解开朋友之间的小小误会，是吧？既如此，姑娘便随我一同回运秀山庄吧。刚好，雪晨也会去。你知道谢雪晨会去运秀山庄？以她现在的处境，应该也没得选吧？这倒不难猜，只看姑娘是否愿意同行。朕有此意。那我也要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还是回家吧，别让你娘担心。可是阿宝还是该还安的，而且阿宝想要找爹爹，就得学好本事。阿宝想跟着姐姐修炼吗？你也帮了我，什么恩不恩的就别提了。你要学本事，我也不会教啊。而且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带不了你。姐姐，那南庄主，我能去你家做客吗？阿宝很乖的，不捣乱，不偷懒，只要给我一个小小的窝就行。没有小窝也没关系的，阿宝随便找个洞就能睡，行吗？南庄主别看我，我可不是他什么人。他既问你，
你决定就好。那就请阿宝做我的小客人，如何？好，谢谢南张哲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其实，我曾卜过一卦，今日会在此重逢一位故人。我等了许久。 差点以为就见不到了。那，你现在见到了吗？公子请慢用。 那就是运秀山庄的南虚月吗？我听说他天生10窍，却遭人暗算3窍尽毁，如今成了废人啊！是啊，真可怜。我见他日日枯坐院中，如此天才一朝沦落，怎么受得了啊？他父亲还到处求医呢，如今求到咱们庄主这里，也不知道咱们庄主能否接受混沌珠救他。 为什么一动不动，在这坐着？我再不能修道了，腿也断了，心情不好。可是我看你好像并没有很伤心，只是一个人，很无聊。我来做你的朋友。 好不好？我听人说，喜欢很宝贵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给你一个。谢谢。那么一大盘的糖果。 却只换了这么一点点的喜欢，还真是个吝啬的小姑娘呢。见到了，只是她已经把我给忘了。凤瑶，回庄。是。驾。驾。 那2位就在此稍待，想来他也就快到了。姐姐，这个糕点好吃，你尝尝，真的很好吃的。好吃。姑娘喜欢便好。南公子与谢雪晨认识很久了吗？大概10余年了吧。那你对谢雪晨的事情都很了解了？那也要看是哪个方面。公子，谢少城主到。谢姑姑。
都来我这儿了，簪子就拔了吧。哇哦！原来哥哥也是这么好看。上次一别，许久未见啊。怎么觉得你见我并不高兴？你看着倒像很高兴的样子，只是你为何带她来此？穆姑娘说，同你之间有误会。你信？不信啊？果然还是这么爱看热闹。跟来此处，是还有话要说？是有话要说。谢雪晨，你混蛋！穆姑娘可能还在气头上，现在也不是说话的最好时机，不如先休息，等消了气再解决误会，如何？阿宝，不愧是以阵法机关闻名于世的运秀山庄。这庄内的山石草木看似随意分布，实则处处暗藏阵型。难怪南庄主会放心让我们在此随意走动。风瑶，你说若是有歹人贸然在这运秀山庄动手，是不是会立刻死在这里？所以还请姑娘不要轻举妄动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可是个好人啊！你知不知道他是何人？有魔功的灵族，这世间本就没几个，加上这般年纪，大概也猜出来了。既然猜出来，还将他带来，那不是因为你用了玲珑枷吗？坐。以血为祭，想要设杀阵其实不难，可你只选择困住他，说明你不想杀他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？其二是这秀宝鼠天生就有灵性，对于身染杀身因果的极恶之徒，他不会主动接近。阿宝能这么喜欢穆姑娘，说明他就不是坏人，这点你也应该知道啊。消消气。暗域圣女，与其放她在外面添乱，不如留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看着。这做的没错啊。你呢？身体如何？我被困荣渊之时，他让我服下了一种药，虽然能够短暂的恢复灵力，但之后的时日，我却一点灵力都用不了。我倒是听他讲过救你的故事，可我没想到他给你用的是半日芳华。半是帮忙，半是添乱，有趣。有趣？啊，食言了。笑什么笑？可有解法？你身怀玉阙功，治愈能力本就高于常人，10日一过便可恢复全盛灵力了。我等不了那么久。可是，暗域还有其他动作。古籍中倒是有一种以灵墨绘符文的方法，可助恢复灵力。要试试吗？要。从映秀山庄到雍雪城的传送法阵需要准备多久？遥隔万里，异于其他阵法。1日后可达成。1日，好。先见你的传信纸验已有。盟主，桑启联合仙梦内奸意图夺主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回去。
方才唯一与仙盟的暗卫联系，仙盟五派只知道谢雪晨进入万仙阵一直未出，尚不知其他。谢雪晨脱困，却没有第一时间返回雍雪城，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便是谢雪晨对仙盟五派有所怀疑，知道这次在万仙阵被伏击，是仙盟五派之中出现了奸细；这第二，便是他还没有恢复真正的实力，无法立刻回到万里之外的雍雪城，甚至没有办法联系最近的仙盟宗派。以谢雪晨的性格，他若真的恢复了实力，知道仙盟五派有奸细，定会立刻回到宗门铲除叛徒。因此，极有可能他仍然受伤很重。你们继续修炼投影分身，找到他们的下落。是。仙盟内奸，你可知是何人？尚不知，所以需要尽快回到雍雪城，查出内奸，护住混沌珠。此番深入暗域，可有探清一二？别人不知，我还能不了解吗？以你的性格，只有战死，怎可能被擒？你会被抓入暗域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是故意的。 6000年前，初代仙盟竭尽全力，才在两界山设下万仙阵，挡住了暗族入侵人族的脚步。从此，暗族难以入人间，但人族也再未能踏足暗域。无人知道暗域内是何情况，不了解对手，如何取胜？所以你在去修补结界之前，便已经打算好了。若能顺利修补结界，便功成身退。 若是遇险，就顺势让他们把你抓入暗域，探清其中情况，是吗？哦，所以你放出了那种只可活1日，但能传送画面的冰莹。这小冰莹倒是厉害，竟能探到桑奇的状况。正是因为他探到了桑奇。 才说明有问题。为何？桑奇的实力不容小觑，就算受伤，也不可能发现不了冰莹的窥视，除非桑奇在做戏，他想让人觉得他是真的身受重伤。目的呢？就是因为查不清他的目的，所以我才在灵力恢复之时直接杀去了诸圣宫。若是猜测无用，直接将其擒杀，便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只可惜。 我错估了半日芳华的药效，没想到灵力只能维持半个时辰。谢雪晨，你可知这一趟是在赌命？万一你就死在暗域了呢？那也就是一条命罢了。反正万仙阵已经修不好了。渐修之道，不可长久。 这话我倒是信了。许月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桑奇为何会得了化影丹？化影丹？6000年前，凤山崩毁，炼制化影丹所必须的凤银草，一心灭绝，怎可能还有人能炼制出化影丹啊？许月，我隐隐的觉得。 万仙阵出现裂缝只是一个开始，在这背后，像是有人在布一场大局。有这么多未解的谜团，那你可曾想过，要通过木姑娘去解？想过。 我就说嘛，若非你愿意，他怎可能威胁得了你？是因为你想看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背后有何目的，又为何执着于你，是吗？是，
我甚至想过利用他去对付安玉和桑启。可你设了玲珑家，选择与他分道扬镳，改主意了？利用一个女子去查，终究是与我道行相悖。更何况，他也是个聪明人。我利用他去查桑启和安玉，他也会利用我来探仙盟。谁比谁得利，还不好说。可你方才还是回去找他了呀，不是吗？你将他困在玲珑家中，你先赶来运秀山庄，按理说应该是你先到，可你却晚到了。在我这儿见到他，你也不觉得惊讶，只是问我为何带他来此，说明你已经回去过了，知道玲珑家被我解了，对吗？剑灵炉一直在亮，这附近一定有灵族，仔细找找。是。那边草丛看看。剑灵寺。娘说，去了剑灵寺就会被他们套上锁灵环，被人族控制，一生都要做奴隶。可若不去剑灵寺登记，便没有良妖的身份，则不论其善恶，皆可杀。这不学历是灵族。这。难道是虚月救了他？虚月。虚月，他说他想弃暗投明，重新开始，你信吗？你既不敢信，又不忍杀，那就按照你心中所想，先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到底想做什么事。阿宝，我呢，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之后的路也不安全，而且我修炼的功法你修不了。等我和谢雪晨离开，你也回家吧。如果你真的要找你爹的话，你请南旭帮你找，也是一样的嘛。可阿宝喜欢姐姐，想跟姐姐在一起嘛。看来我得跟你说实话了。我啊，从暗域来的大坏人，专吃你这种落单的小兽，煎炒蒸炸炖煮溜烤，吃法多得很。阿宝知道姐姐不坏，阿宝能感觉到。再说了，姐姐身上有宝贝，我可以吸宝气修炼，不用姐姐多花时间教的。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答应你。运秀山庄之后，我们就别再同路了。哥哥让你别跟着他，你不也没听吗？小小年纪，嘴皮子还挺厉害。哎，姐姐，你明明在生哥哥的气，为什么还要来找他呢？难道是想要报仇？之前太惯着他了，等我找到机会，我一定要把他这样那样那样。到底是哪样啊？小孩子，不要问那么多。哦。其实谢雪晨也不坏，毕竟我们正邪有别，我有老是对他动手动脚的。他那么清冷正直的人，一时接受不了，也很正常。姐姐，你这话好熟悉啊，就好像娘亲每次抱怨爹爹一去不回，之后呢又解释着说爹爹呀可能是遇到什么麻烦，暂时回不来。姐姐，你之前在玲珑家里说还有很重要的事没有告诉哥哥，是什么呀？
阿宝，啊，姐姐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相信这个世上有死而复生吗？娘亲说了，除了暗族不会死，灵族和人族死了就是死了。死了就是死了。要想死而复生，除非有神迹。神族早就抛弃人族了，连天梯都关闭了，万年无神灵世，哪来的什么神迹啊？所以啊，娘亲说了，让我保护好自己的小命，毕竟只能活一次，该送就送，不丢人。剑法厉害，阵法厉害，气人也厉害。看起来还算顺利。这半日芳华令你10日之内灵力全无，直到10日之后才开始恢复灵力。这符文入体不一样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一天都会恢复一些灵力。只要你好生调息，5日便可恢复全盛灵力。许愿，多谢。谢就不必了。你只要知道惜点命，我就知足了。公子，出事了。高修士，这……南庄主，我们遇到了那个谢少宗主。净化宫收到消息，说你修补万仙阵迟迟未归。我特地带人前来寻你，没想到你在这儿啊！谢少宗主可还安好？我的事之后再细说。高修士是否遇到了什么事？我跟几个同门在附近的驿站遭遇了魔修，好不容易逃脱，又在回净化宫的路上遭遇了袭杀，一定是那个魔修的同伙干的。南庄主，我的2个师弟都死了。之后，我又跟师妹跑散了。我想起运秀山庄就在附近，便前来求援。南庄主可否派人去救救我的师妹崔婉婉？高修士，请放心。谢少宗主在此正好，师父有话托我带给你。可否挪步一叙啊？好，不必了。高修士本就有伤在身，不便走动。就在这儿说吧，在下去给高修士准备房间。不知素公主有何话相托？师父说，6000年来，万仙阵不止一次出现裂隙，修补结界是历代仙盟盟主之责。此次因为谢盟主闭关，所以只能另选仙盟最强者，也就是谢少宗主你前来。谢少宗主不仅能力最强，又心怀大义，若以后继任盟主之位，必能更加壮大仙盟。所以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不趁早除去的话，必成大患。剑
你在这么小个躯体里可真难受啊！这运秀山庄的护庄结界有点意思，不用这种方法我还真进不来。哼！谢雪晨，2日不见，我还是那么想杀你。就凭你，姐姐，有火把的东西进来了。你在屋里待着，别出去。之前就是你杀的玉影是吧？好啊，那就让我把你的脑袋给砍下来，带回去给他消消气。你不该过来。怎么？你怕我死啊？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调情啊？啊！战影，你听我解释，之前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不听！来之前，玉影跟赤影专门嘱咐过我，说你这个人，最是口蜜腹剑、两面三刀，叫我千万别相信你的鬼话。不是那样的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我之品性，最是真诚可信。你灵力还没恢复，我找机会拖住他。你先跑。我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说悄悄话。啊！我来吧。我来，别添乱。你回去吧，没你事儿。我说我来。我都说了我来了，没完没了是吧？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高修士本就有伤在身，不便走动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在下去给高修士准备房间。哦，原来你刚才不走，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，好让法阵成型。我到底哪儿暴露了？你一开口便错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到底哪儿错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就是啊。哎呀，告诉你，难道让你下次知道怎么改进啊？笨蛋！连你也这么说我？虚月。朕符文为底，灵墨
自成一世界，想必是最好的戏台。可惜啊，我却不能入戏一关。这扇子能困他多久啊？困不了多久，他还出来啊？是因为过不了多久，它就会融在这画里，成为画的一部分。也就是成为这画中死物。你果然是厉害啊！你们二人的默契，倒是令我有些妒忌。不过我也有些好奇，战影到底说错了什么？你说说看嘛。他现在还不想说，待他想说之时，一定会告诉你的。他抱他，他居然抱他！啊，是啊。我也是多余帮他。男庄主，现在把战影放出来还来得及吗？倒也罪不至此，不至此。他们俩真的有婚约吗？据我所知，那只是仙盟的谣传而已。哦，高修氏出身于明月山庄，是前任仙盟盟主高凤许之女，天资艺术不凡。早在很多年前，就有人提议，让明月山庄和雍雪城结为姻亲。这本是句玩笑话，可说的多了，听着倒也像是真的了。10年前，桑岐大军夜袭明月山庄，雪尘恰巧在，是他救下了高修氏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，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。唉，这都10年了，还没走到一起呢。当年一役，明月山庄惨遭灭门，只有高修氏一个幸存者。镜花宫公主素宁真是高修氏母亲的同胞姐妹，便将其收为弟子，倾囊相授。可也管教甚严，所以是忙着修道，没工夫谈情说爱了。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是这些年，我旁观所见，觉得他们二人的关系并不像传闻般友好亲近。所以，战影一开口就关心谢雪晨，反而不对。反正我是从未听过高修氏唤雪晨谢少宗主。不过，10年前，谢雪晨应该还未入法相境吧？他是如何在桑岐大军的屠杀下活命，还能救人的？穆姑娘好奇这个？传奇故事嘛，总是令人想要多了解了解。那我便不知道了。很多事，当事人不说，旁人自是无法知晓。我只知道，在那之后，他便上了问雪崖闭关，直到7年后，他在问雪崖顶一剑惊天地，入了法相巅峰，才下的山。连你也不知道。南公子，你捡的？是谢雪晨，他回去找过我。在下有一个很冒昧的问题，想向姑娘讨教。但说无妨。
你接近雪尘，究竟是何目的啊？自然是因为我喜欢他。哦，你不在意高修士了？谢雪尘又不喜欢他，看来姑娘很有信心让雪尘喜欢你。如果为难的话，他也可以不用喜欢我。他愿意守着苍生，我守着他便好了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做，我先走了。这便是不求同等回报的付出吗？你死了？好像还没有。你没死，那是谢雪尘死了，还是穆玄灵死了？好像他俩也还没死。哼，那你出去一趟干嘛了？什么事儿都没干，去晒太阳了？没死也好，先把你的投影照回来。嗯。找不回来。照不回来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只感觉他现在在一个很空旷、很安静的地方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说错了什么？你说错什么了？不是我，是他。他说我说错了什么？他又说错什么了？不知道。这谁炼的破丹？这次好像不是丹的问题，是真不知道。2天死了2个投影，不光什么事都没办成，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尊上要是知道了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那你还废什么话？你的投影呢？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呀？快了！我说错了什么呢？我赠你万人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你不配再执此剑。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。不记得不代表没有发生。我曾无数次告诫过你不能有情，你以为是我在逼你，总有不服。而如今之事就摆在眼前，你若真能断情绝爱，摒除一切贪嗔痴念，又怎会被暗族有机可乘，上得你身？现如今，你的手上、剑上染了同盟的血，你的道心还如何能坚不可摧？力量越强，一旦误入歧途，则为祸越甚。如今此事秘而不宣，你就在此思过，降服自心，好自为之。希望我不会因为今日的决定而后悔。不苦道心，永不下山。谢雪尘，
醒了。这里是哪儿啊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你被暗族附身，来到了云秀山庄。附身？我只记得我在回镜花宫的路上遇袭了，然后就在这儿了。我有做些什么吗？没什么，已经解决了。哦，这些暗族真是可恨，只会趁人不备偷袭。下次我见到一个我就杀一个。原来被暗族附身是这样的感觉，自己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都得从别人的口中得知。我没有做什么出差错的事情吧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师妹崔婉婉她……你放心吧，南庄主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多谢。你好好休息。谢雪晨，是我师父派我过来找你的，我也不好推辞。那你现在没事儿，我也好回去交差了。我知道，多谢。好酸啊！大好的夜色，干嘛这么伤感？我刚拿了些果子，你尝尝吧。不去疗伤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这是在关心我？想太多了，我只是不想欠人情罢了。战影那家伙，打人确实比玉影疼多了。方才看你的样子，是灵力开始恢复了？你又想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跟你一起回雍雪城好不好？你别着急拒绝我嘛，反正还有时间，你可以再考虑考虑。就看在我今天帮你的份上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回去找过我？你是因为什么回去的？因为什么都好，反正你回去过，那就行了。谢雪晨，我宣布，我们和好了。困了，我要回去睡了。你也别看什么月亮了，越看心情越不好。不如吃个果子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做个好梦啊。同酸共苦嘛。姐姐，我可想死你了！而且刚才那个可怕的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，因为它被关起来啦。姐姐，你再出去一趟，变得那么开心呢？有吗？
发生何事了？是冯瑶发出的信号，地点在净化城。难道是净化宫出事了？焰火的颜色不同，代表的意思也不同。紫红色是嫡系，难道是暗族？这是一种可能，但还有其他的可能。仙盟内奸。内奸？与其猜来猜去，还不如亲自去看看。请问一下，这位姑娘是？啊，她是我表妹，灵儿，远房的。是啊，兄长。表妹好。总之事不宜迟，一炷香之后，我们出发净化城吧。哎，我也去。你兄长都去了，我不去怎么放心得下呢？你在这儿等着便是。你们不带我也行啊，反正我自己有办法去。那还是一起吧，先各自回去收拾一下。一炷香之后见。一会儿见。谢雪晨，不得不提醒一句啊，高秋明在驿站见过我们，也见过你的君天剑，你还是藏好一些，不然被他认出来，我又得跟他打一架。我是无所谓，但他就惨喽。有了灵力，我自然能藏剑。反而是你非要跟着我，我拦不住你。但还是那句话，别惹事。不惹事。镜花宫公主素宁真，是全仙盟中最痛恨灵族的人，不想死，自己藏好些。若是真惹了什么事，我可不会帮你，生死自负。公主，抓到了吗？并没抓到，还在加紧搜索。宫中戒备森严，那个灵族是怎么潜入宫中，盗走掌门谕令，还能逃之夭夭的？我早说过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早该杀尽那些灵族。城中已经戒严。那个灵族又受了伤，插翅难飞。公主稍安勿躁，夺回掌门谕令不过是早晚之事。师傅，在西长老，我回来了。秋明，昨夜玉秀山庄的修士送你师妹回来，说你途中遇袭还受了伤。师傅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我已无大碍了。我是收到那个什么焰火传讯，说有敌袭，我们就立刻赶了回来。我们？我谢雪晨、南虚月，还有那个南虚月的表妹，我们一起回的净化城。那他们人呢？我们进城的时候，那守卫可太森严了，只让我们进，不让我们出。我一番盘问之下才知道，掌门谕令被盗了，说久久未抓到那个盗贼，我们就另起了一个计划。让！过这等闪的，随便查一下啊！闪开！这边，跟我们啊！别，是不是？多谢兄长的灵墨符文，助我躲过剑灵司的搜查。这次阿宝怎么没吵着和你来啊？吵了，但我跟他说这里有高秋明，还有剑灵司，他立马就不想来了。
说留在运秀山庄等我们，还祝我一路顺风呢。你的灵力恢复几成了？不足2成。不足2成？那你还提议不靠净化宫的人手，我们自己行动？净化宫在明面上行事张扬，不容易发现什么。我们在暗处低调查探，或许能查出些什么。况且，查潜藏者，未必需要多少武力。雾媚玉令开朱塔，净化宫玉令失窃。哼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既如此，便让他们去查。不过，他们若是有任何的行动，你都需及时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，师傅。对了，谢雪晨之所以失踪多日，是被桑奇设伏抓入了荣渊。桑奇是冲着混沌珠来的。桑奇？只恨当年未能将他赶尽杀绝。这个卑劣的灵族，当年为了夺珠屠尽了明月山庄，只剩下你孤零零一个人。如今又想卷土重来。秋明，你要恨他，终有一日你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一定要杀了他！收，公主，师父一时太过激动，是师父不好。带秋明回去上药。走吧。长大了，看着倒越来越像姐姐了。可惜半点长进没有。姐姐当年何曾这么上不了台面，居然叫人伤成这样。所幸伤口不深，过1、2日便可痊愈了。多谢在齐长老。少公主一路奔波，好好休息。好痛。进来吧。师姐，是我，不用张了。哎呀，你吓死我！你信不信？婉婉，你这手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就是手骨裂了，不过已经上药了，1个月之后便可恢复。师姐不用担心。好，那你坐，我给你倒茶喝。坐。请喝茶。谢谢师姐。这次啊，幸得运秀山庄的风瑶相救，将我送了回来。我一夜没睡，就担心师姐出什么事呢。不过看到你现在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师姐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可还好？那个暗族竟敢附我的身，要是被我逮到，我暗族附身？你小点声，嘘！这么丢脸的事，你是想让大家都知道是吗？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不用管怎么回事，总之这次让别人看了笑话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要是再被我遇到，我一定会一雪前耻的。我听说，是谢少城主送师姐回来的。不是，是南虚月和他一起，还有南虚月那个表妹一起。师姐，干嘛那么着急撇清？这谢少城主人中龙凤，又与你有渊源，
你当真就一点儿都不喜欢吗？别人瞎猜，你也跟着瞎起哄是不是？崔婉婉，好。谢雪晨这个人吧，倒是还挺不错的。小的时候呢，又救过我，我当然是很真心的感谢他呀。但是外面老有人说什么唯心只倾慕于他，只喜欢他，非他不嫁。而且我最讨厌那些人说什么美女配英雄，美女配英雄的。但说实话，我的确是很美。师姐本来就是最美的，对吧？而且我天生9窍，这比他少1窍的。以后我一定会一人一剑，立于人族之巅。可是，师姐，虽然我不想打击你，但这一人一剑，你人是在这儿，但那剑不已经丢了吗？师姐，快跑！那把剑不好用，我早就想换了它了，早就想换它。跟我来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春生剑，这才是我以后的佩剑。若是再遇到那个魔修，我必将他斩于剑下。其实，你之所以选择不先入净化宫，也是在防着肃宁真吧？仙盟5派高阶，皆有内奸嫌疑，暂未能排除肃宁真监守自盗的可能。我需要先看清楚。我说你们2个，每走一步都要算3步，累不累啊？公子，地图寻来了。干嘛？你不觉得你应该回避一下吗？可是就算我回避了，我也会忍不住偷听；就算你们防止了我偷听，我也会忍不住跟着你们。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干嘛这么麻烦？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啊。人与灵相处，还是要多点信任才好啊。南公子，你可有什么令人放心的法宝吗？有。定要如此吗？总得让某些人放心才是。有道理。这2只手环呢，可以互相感应，它可以操控它。如果木姑娘戴上它，在调皮捣乱作恶的时候，雪晨戴上这一只，只要催动它，你就会变得痛不欲生，无法动弹。至于吗？我并无意要控制你，要不然的话你就……和锁灵环倒是有点像，但比锁灵环好看多了。我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不会随意折磨我的。谢雪晨，这下我的命可在你手里了。现在我能看了吗？能，请。那个盗玉令的灵族受伤了是吗？是，听闻那灵族修为不低，是被肃宁真亲手所伤。肃宁真主修水系术法，伤害会像波纹一样层层叠加。若那灵族短期之内不能找到火系药物，伤势只会越来越重。这城中的药铺就那么几家，
那个灵族应该不会蠢到自投罗网吧？昨夜苏公主除了立刻封城，也派人守住了所有的药铺。若是那灵族去了，想必早已被抓。可直到现在，也都还没有任何消息。火系药物未必只有药铺才有。哎呀，两位客官好啊，欢迎光临！哎呀呀呀，二位生得好相貌啊，一看就是那大富大贵之人。不过看着面生得很，想必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地暖阁吧？哎，这可是镜花城唯一一家温泉馆，我们的用水全部取自纯天然地下温泉，有排毒养颜、驱寒健身之功效。嘿嘿嘿，今日还有优惠，若是二位一同沐浴的话，其中一位是免单的。怎么样？要不要现在我就给你们安排上？我们不是来消费的啊，我们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原来您二位不是来洗澡的。哎呦，那实在是抱歉了。近期呢，小店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。既然您二位不消费，就不用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了。二位，门就在那边，请自便。哎呦，这现在可以有这个需求了吗？这么说来呢，甚是有需求啊！不知二位需要做哪方面的工作呀？啊？你慢走啊！哎，再来。都说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可我们谢少宗主怎么穿什么都这么俊呀？拿着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你现在是搓澡小谢，对顾客这么冷淡，小心被扣钱。来都来了，像这种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人家都是花钱来买享受的，可不会像我这样惯着你。你这心态是得转转了，要不要我教你怎么伺候人啊？我怀疑你是故意的。我又没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但这个地方不是你说要来的吗？你最好给我查出些什么。一会儿见，小谢。舒服。他既出不了城，又买不了药，眼下也只能用火系温泉缓解素公主造成的灵力伤害。所以，很有可能就在这里。昨夜苏公主与那灵族对战，伤其左后肩，臂还留有痕迹。但据苏公主说，昨夜太黑，没看清那灵族是男是女。昨夜没看清，今日查查不就知道了？再来点水。好嘞，来了。哎，说你呢，过来。人呢？等半天了，赶紧的！就你呀，傻不拉几的，快点！哎，哎呀，哎，你往哪儿刷呀？哎呀，你这给我按一按吧。哎呀，你瞅这人高马大的，手上没劲儿啊，用力！哎呦，这
还差不多。哎呦，哎呀，小伙子，出来做事儿啊，你可不能偷懒啊！杀人的你啊！再来！肩膀再按一下，哪不舒服您再跟我说啊。哎呀，真舒服呀！妹子，别看你人瘦瘦小小的，没想到力道这么大。下次我来了还点你。哎呀，姐姐下次再点我哟。放心，下次来了一定还点你。姑娘需不需要？不用。姑娘真的不想试一试吗？我手艺很不错的。我说不用。伺候的不好，东家可是会扣我工钱的。反正又不多收姑娘的钱，何不试试呢？你想做什么？乔姑娘这话说的，我一个小婢能做什么呀？只不过，既然遇上了，也算有缘。那我便替人问问，你的东家是谁？盗来的货又在哪里？怎么一上来就动手？不打算聊聊吗？如果你肯交出玉令，看在你是灵族的份儿上，我可以不暴露你的行踪。这事啊，真好，是吧？不错。你咋么回事啊？看来玉令不在你身上。都来这种地方了，玉令一定藏在别的地方了吧？不是说不会帮我，生死自负吗？演戏而已，倒是没必要真死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故意将他放走，他真的会去找他的同伙吗？他存了死志，靠逼问是问不出什么的。如今他知道自己暴露了身份，既出不了城，又治不了伤，只能去找他未暴露的同伙，另寻机会把玉令送出去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同伙啊？掌门玉令所在之处是绝密，镜花宫内外又有层层防守，绝不可能这么轻易被偷。若不是素宁真贼喊捉贼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：镜花宫内有人与这蛇灵里应外合。可有怀疑之人？眼下只能看虚月那边能否追上。
一定要找机会把玉灵带出去。我的伤怕是好不了了，你一定要帮阁主完成大业。这不仅仅是阁主的心愿，更是我们整个灵族的希望。你先撤。你想怎么样？是要把我召到镜花宫，还是剑灵寺？是威逼利诱，还是严刑拷打？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是我无能，蛇灵死了，他的同伙也跑了，只带回了那蛇灵的灵丹。不会啊，至少你替我们证实了他是有同伴的。他们碰面时说了什么？蛇灵让他的同伙将玉令带出去，还提到了什么阁主，说是为了整个灵族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阁主，你们可有听闻过修仙阁？这是人界近些年兴起的一个神秘组织，他们行事诡秘，阁内人员身份莫测，从未有人真正找到过他们的踪迹。可这时间久了，总会有些消息流露出来。听闻，若是想加入修仙阁，需烙上特殊印记，宣誓永远效忠。人族会印在体内灵台，而灵族就印在这灵丹之上。修仙阁，这名字听着倒是像与仙盟有仇的，所以修仙阁蛰伏多年，为的就是与暗族联手夺珠。你说这修仙阁会不会与出卖你的仙盟内奸是同一伙人？按那蛇灵所说，他们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，也是因为人族与灵族的矛盾。这事情若解决不好，只怕日后也不会太平。眼下先等高修士的消息吧，先寻回玉灵，再计划下一步。无论如何，混沌珠不能出事。怎么回事？叫什么名字？王正。给我仔细搜。是。搜，我来这事。是。你去那边。是。那蛇灵呢？搜好了啊，仔细点。是。跑了。跑了？有你在，那蛇灵能跑？我在暗域受了重伤，灵力大损。若不是木姑娘出手相救，只怕我早已命丧在蛇灵之手。是，刚才可凶险了，多亏有我。哼，哼，早知道你们俩如此，我就不让你们俩查了。眼下确实有一件事情，需要高姑娘去查。什么事？公孙寝，过来，来，这都查了几百号人了，还剩多少个呀？只剩20来个了。啊，好吧。下一个。弟子何群前日无事，早点就睡了，无人证明。我抓到你了！不是我，不是你呢？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这是口吃，宫中上下皆可证明。那也无人能证明你前夜的行踪呀。
你前夜陪他睡的？我是他妹妹，前日收到家中书信，说娘亲病重，所以才去找哥哥商讨此事。那昨晚呢？昨晚你们俩干什么了呀？我去厨房偷东西，想寄回家中，不料被发现，罚洗了一夜的碗。那你下去吧。是。也不是。下一个。弟子张云不是。昨夜至今日，不是。非法打扫前庭。下一个。一直到今日。你管他师姐可以证明。公主，谢雪晨那边如何？在地暖阁闹出了些动静，道玉令的蛇灵已死，但没有找到该找的。让人继续盯着。好。秋民那边呢？少公主召集了宫中所有弟子，正在一个个问询前夜至今日的所在。他这是怀疑宫中有内鬼。是，不过宫中弟子众多，动静着实大了些。是否要我去叫停？不必，就让他查。这镜花宫太久没有清理了，趁此机会扫干净也好。你去告诉秋明，让他挨个房间去搜，看看玉令到底何在。每个房间都要搜吗？这会不会让弟子们心里不舒服？不舒服？我不止搜房间，还要个个搜身。他们敢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自是不敢，我这就去传达。在西，公主，你前夜至今日都在做什么？公主是怀疑我？怎么会？只是随口问问。在西前日研制药物遇到阻滞，夜间去了书阁查阅典籍，直到半夜听见宫中警报响起，方知有灵族盗玉令。赶到时，公主已将其打伤，灵族已逃窜。昨日至今日，我一直在丹房炼药，半个时辰前才出来，得知少公主的动静。这些，看守书阁和丹房的弟子可以证明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的苍生？你来做什么？这里风大，我来给你送点驱寒药。我不应求。哦，那我自己喝。这酒不错啊。以前在暗域的时候，不见天日，虽有花草，但终日浸染在魔气当中，用它们酿出来的酒，也都带着毒。我们呐，常常是毒酒配着解药喝，明知危险，却还是抵不过心头那点欲望，趋之若鹜。现在好啦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听说前面最高的那座楼就是剑灵司，
无数灵族的噩梦之地。若是没有剑灵司这种鬼地方，若是镜花城的城主不是素宁真，这里看着倒还挺像个人间仙境的。你今天为什么骗高秋明，说你打不过那蛇灵？我骗的不是他，你骗的是素宁真。不只是素宁真，是整个仙盟。不知内奸是谁，只能先瞒着所有人。只有我示弱，对方才会觉得有机可乘。我们谢少宗主都学会骗人了，这算什么？敬魔者黑。是我带坏你了。不过，若是他们信以为真，真的来杀你怎么办？那便来。原来我们谢少宗主是这么自负的人啊！不过也是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阴谋诡计都没有用。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？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哦，颇傲娇。今日初九，公子该喝药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喝。映秀山庄退出仙盟已久，公子向来不爱管仙盟那帮人的事，为何这次要主动掺和进来？是为了谢雪晨，还是为了那位故人？与其说是为了谁，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，想图个有趣。我无聊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出现了有趣的人，又发生了些有趣的事。我也想看看这故事到底发展成什么结局。哎，对了，前夜你送人回镜花宫时，谕令就已经被盗了，是吗？是。那你见到素宁真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当时镜花宫中正忙着搜查，我也问过素宁真几句。知道了事情的大概，便走了，未发现什么异常。公子是怀疑素宁真？我们来这儿探查，明里暗里也闹出不小的动静。他没有半分阻挠，倒不像是他。我看素公主的神情，那种恼怒也不似作假。说起异常，好像是有样东西不太对劲。镜花宫的每一个人我都问询过了，也都核实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，而且我都仔细搜了身，查了房，也没有发现谕令。谢雪晨，你是不是猜错了呀？镜花宫根本就没有内奸。你确定镜花宫中每一个人都查了？我确定我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的查过了，我连在西长老都查了。除了我师父，我师父总不可能吧？还有一人，你可有查过？
还有谁啊？崔婉婉。那夜我送崔婉婉回镜花宫时，曾拜会过苏公主。离去时，在殿外看到一片绿色钩叶。我对草木并不了解，之所以有印象，是因为那钩叶长得颇为奇特，而且周围也并没有见到钩叶树。我是好奇它从何而来，可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当时并未在意。那又如何？高修是在镜花城中长大，熟悉灵花草木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镜花城中不生钩叶，所以它只能是来自城外。钩叶之上多生倒钩，极易粘在人的衣物之上。钩叶未摘下时是绿色，一旦摘下，2个时辰内变为褐色。方才风瑶所说，所见钩叶是绿色，这只能说明当夜有人从城外匆匆入城。就算有这片叶子，说不定是蛇灵落下的。我们查过，蛇灵是在4日前入城的。如果是他，钩叶早已变色，玉令所藏之处防护重重，仅凭那蛇灵，根本不可能破开阵法，所以崔婉婉必须回来相助。高修士，你在城外遇袭不是偶然，而是早有预谋。你被暗族附身去了运手山庄，而崔婉婉则趁机潜回城中盗玉令，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摆脱嫌疑。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证据呢？那片叶子呢？都说了，风瑶当时没有在意，所以肯定没有将叶子带回来。再说，就算将叶子带回来，那叶子肯定也变色了，证明不了时间。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就在这儿血口喷人。婉婉都已经入镜花宫10年了，这10年里一切都好好的，不可能是她的。你已亲自问询搜查，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，那么剩下的，即便再难以接受，也是真相。不会是他。如此坚信的理由是什么？不想相信。想相信？如今丢了玉令的是镜花宫，少公主不想着赶紧寻回玉令，弥补镜花宫之过，反而打算用整个仙盟和人族的安危来赌一份义气，还真是慷他人之慨啊！我们几个在这里忙来忙去，是陪您玩啊。看来穆姑娘对高修士颇有敌意啊。是，我不喜欢他，一直都不喜欢。师姐，你来啦！怎么没开门你就知道是我？因为每次只有你才会那么敲门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我刚刚去了一趟仙来客栈，回来的时候特地给你带的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！你跟我说过，你小的时候吃了很多苦，长大以后最爱吃的就是甜食。谢谢师姐。对了，谢少城主，他们知道咱们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没说什么吧？啊，他们说之前的调查方向有误，所以他们得再想想。真的很好吃啊。婉婉，你说勾结灵族盗玉令的，真的会是我们身边的人吗？他们有什么想要的，会是镜花宫给不了，非要背叛我们呢？师姐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世上的人原本就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呀。那你也是吗？你心中也有所求？当然，
谁心中都会有自己想要的嘛。像我就不想再吃苦了，我想一直都像现在这样，也不用多厉害，就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。还有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师姐，我怎么会那么快？婉婉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是我不能拿整个净化宫和人族做赌注。婉婉，还好不是你。你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，一切都会如初的。严四，你立刻将玉灵带回去给阁主。那你呢？我现在还有任务，必须潜伏在这儿，不能暴露。待会我假装从城外回来，他们不会怀疑我。你快走，自己小心。什么人？竟敢来净化宫盗玉令！灵族，公主，封锁全城，许进不许出。全城戒严排查灵族，守住所有药铺，获悉药物一律不得出售。是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继续找。是。可是净化宫崔婉婉姑娘。姑娘莫怕，我等是受高修士之托前来相助的。我看你手受伤了，这里离净化城不远，不如我先送你回城医治。多谢。严死，计划一起，大业将成。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少公主，谢少城主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
不会是来找那片叶子的吧？我已经仔细搜过了，没有。还有婉婉所住房间，我也搜查过了，没有玉令，你们别再怀疑他了。我们此次前来，是来拜见苏公主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别在我师父那儿瞎说。师父他多疑，你们别害了婉婉。高修士多虑了。我们此次抓捕蛇灵，已然暴露了行踪，想在暗中查探已是不行。既如此，也不必藏了。我和虚月入尘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作为晚辈，也该来拜见苏公主才是。那你那个牙尖嘴利的表妹呢？还有那个女护卫呢？哦，他们在客栈护阵。护阵？护什么阵？蛇灵虽然已经自尽，可凤瑶留下了她的灵丹，在下便冥思苦想，突然想到古籍中记载一种阵法，叫宿网，2个时辰便可起阵。到时把灵丹放到阵法当中，便可知道蛇灵生前的记忆。我们很快便可查出镜花宫的内奸是谁，他背后的人是谁，还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都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。高修士似乎不太高兴，你是担心阵法无效，还是怕真的查到谁？查到是谁就是谁，绝不姑息。出来吧。来都来了，何必蒙面呢？不如坦诚一些，以真面目示人，如何？你就算毁了这个阵法也没有用，只要蛇灵的灵丹还在，我们就可以重启第2个、第3个，别白费力气。我说你们啊，还真就是在外面看戏，一点忙都不帮，是吧？现金本就设在灵丹之上，自然要让他抢到灵丹才行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身世吧，但那不是真的。你想听真的吗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母就把我卖给了做采生蛇割勾当的人贩子。你知道什么是采生蛇割吗？你知道那有多残忍吗？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的亲生父母知道。可他们还是把我给卖了，就为了换那几个铜钱，然后继续去赌。他们明明已经欠了那么多债，为什么仍然贪心不死，还想着一朝翻盘，从此大富大贵？不过好在，路鬼的2个侯灵将我救下，带回了他们的群居之所，将我养大。他们对我有恩，我也把他们当成了我真正的亲人。但有一天，几个受伤的人族修士路过此地，侯灵纯善，便将他们收留。还辛辛苦苦为他们寻找灵药，给他们疗伤。但就在那天夜里，他们布下了诛灵阵，将所有的侯灵全部杀光，只是为了获取他们的灵丹回去领赏。
师姐，你从小养尊处优，所有人都捧着你，让着你。你见过真正的人性吗？你知道人性有多卑劣，多经不起考验吗？真正的恶魔不在暗域，在人间。既然这个世界没有给灵族活路，那我就为他们寻一条新的路出来。你说寻一条新的路，就是跟暗域合作，让暗族毁了人族吗？有何不可？可你也是人呐！如果可以，我不愿为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你了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跳？你应该很明白啊，就像你想相信我，但是你又不敢以净化宫和人族做赌注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。严四可以死，我也可以死，但我们的计划不能暴露，我们的大业必须进行下去。所幸，这只是个陷阱。那位修仙阁主到底是何人？能让你们如此死心塌地？看样子，他是不打算招供了。婉婉，虽然你骗了我，但有一样是真的：这么多年，净化宫这么多世界师妹，只有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也不想你死。只要你把玉灵交出来，告诉我幕后之人，我现在就去求师父留你一命，好不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当然愿意相信你了。你回头吧，你想要救灵族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玉灵给你。别动！师姐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婉婉，你疯了！走。高秋明，你这是一个傻子。这些年来，你以为大家对你的恭敬，是因为喜欢你、敬重你吗？不过是因为你的身份罢了。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也很讨厌你。还有那个素宁真，她处处控制你，你都不知道反抗。像你这样的人还想着帮我，你不止天真，还很愚蠢。你说够了吗？说够了。所以我们以后各走各路吧。婉婉，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他该死。搜。没关系，你不敢做的，师父替你做。怎么了？似乎太顺利了。顺利还不好。
谢少城主，此次多谢几位出手相助，此情镜花宫定会铭记。公主客气。也诚邀几位今夜做客镜花宫，好让我一尽地主之谊。谢少城主可莫要推辞。既是公主邀请，自当赴宴。如此甚好，我这便回宫安排。你确定你们是仙盟？这素宁真瞧着，怎么比桑琪还阴冷啊？别乱说话。你怎么瞧着心情不太好？是因为崔婉婉的话？我原以为你只站在人族那边，没想到你也同情灵族啊。那你当时为什么非拦着我杀高秋明？我观对错，无关族类。高秋明错不至死，你要杀他，我自然要拦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更占理的话，你也会站我这边了？你除外。凭什么？你站的理，大多都是歪理。歪理怎么了？歪理也是理啊。此次铲除内奸，寻回谕令，多谢几位相助，我敬几位一杯。我不饮酒，以茶相待。也好，请，请。此番谢少城主在暗域遇险，镜花宫后知后觉，未能及时相救，反倒要你带伤来助，实在惭愧。苏公主言重了。只不过谢少城主与南庄主今日午后来见，为何不先告诉我？所谓的速网阵，只是你们的诱敌之计。难不成二位是信不过我？怎么会呢？只是这镜花宫人多眼杂，既是诱敌，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说起来，我们也是布好局之后，才告知少公主的。师父，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灵族都是。好了，今日宴请就不聊那些不开心的了。镜花宫中有自酿的酒，以稀有的灵花为饮。除了谢少城主外，几位正好尝尝。我已命人去取，一会儿便会送来。请。你在干什么？在吸？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。谢晨，在吸上了！别碰他，会传人。传说中的暗域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暗域邪骨，师父，